建立新工程之后，接着下来就要进行原理图的绘制工作。原理图绘制工作的流程由下列6个不同的步骤组成。步骤1，开启原理图编辑器。步骤2，初始设定。步骤3，在图纸区加入元件符号。步骤4，连接符号之间的导线。步骤5，电气规则检查 ERC。步骤6，指定元件符号的封装。这些步骤通常可以一个接一个照顺序完成，必要时则会根据需要迭代这些步骤。例如，在步骤5中发现电器错误后，可能需要在步骤4中更改接线。底下将依据原理图绘制步骤，说明如何进行简易红外线遥控简报笔接收电路的绘制。步骤1，开启原理图编辑器。在 KiCad 中绘制原理图需开启原理图编辑器。开启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就是双击原理图档案名称，第二种是单击原理图编辑器按钮。现在我们就单击原理图编辑器按钮来开启原理图编辑器。原理图编辑器开启后会出现空白图纸，就如同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视窗画面一样。这个图纸会预设为大小是 A4， 方向是横向，在编辑视窗中显示网格点，使用 mm 作为单位，而且网格的格距是 1.27 mm。滑鼠游标在图纸区则预设为选择物件模式，这是一个小十字游标，就像现在所呈现的样子。步骤2，初始设定。开启原理图编辑器后，接着进行初始设定。在原理图编辑视窗的功能表列单击档案，在单击图框设定，会出现图框设定的视窗。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总共分成4个部分，分别为图框、图纸、工程图明细表及预览。图框的部分是提供给我们设定图纸的尺寸跟方向，预设值是 A4 横向。如果我们要更改，可以单击下4的选单出来，例如我们要改成 A1， 方向是纵向，那我们立即可以在下面的这预览的部分看到是一个纵向的 A1 图纸，我们把它改为成预设值。再接着我们介绍图纸这一部分。图纸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提供给我们开启有另外一个图框设定的档案。如果我们要开启另外一个图框设定的档案的话，那就只要用滑鼠单击这一个资料夹图示，出现选择图纸档案的视窗画面后，你就可以选择图纸档案。图纸档案的副档名是 KiCad WKS。那在这边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取消。接着下来我们介绍工程图明细表，这一部分主要是提供给我们输入图纸的资讯。在这里有发行日期、版本的修订、标题、厂商，还有注释1到注释9。好，接下来我们就输入这些相关的图纸资讯。输入完这些图纸资讯之后，单击确定。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图框这一部分的右下角就看到我们刚刚输入的这些图框的资讯。好，那么请注意，输入资讯是如何显示在这个图纸的标签栏位里面。步骤3，在图纸区加入元件符号。绘制原理图时，
首先要把用到的元件符号加入到图纸区。让我们先来分析简易红外线遥控简报笔接收电路用到了哪些符号。从左到右依序为 R1， 主值是 1K 欧姆 ，LED 1、U1， 这是一个 PIC IC， 编号为 PIC 16F1459-IP。再来就是3个按钮开关，分别为 ST1、SW1、SW2。再接下来就是 U2， 它的编号是 TSOP4138， 这是一颗红外线接收模组。再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 J1 USB Underline V， 这是一个 USB 插座。再下来呢，就是有一个 C1 0.47 麦克法拉。除了这些零件符号之外，另外还有整个电路所需要的电源5伏特，还有接地符号。这些符号都是在我们这一次要绘制的时候需要先加入的元件符号。分析完所需加入的元件符号后，接着介绍如何进行。要加入元件符号，可以按热键 A 或单击右侧工具栏的新增符号功能钮。在此，我们单击新增符号功能钮，接着开启选择符号视窗。我们先加入 PIC IC U1， 在筛选栏位输入 PIC 16F1459-IP， 接着单击要选取的元件符号名称，再勾选放置重复的副本，最后单击确定。此时符号是处于浮动的状态，按热键1，出现符号属性视窗。目前我们只关心元件位号，也就是元件编号以及元件的数值是否正确。一般而言 KiCad 会自动为元件编号，并不需自行处理，除非有必要才会自行调整。确认无后，单击确定。此时元件符号还是处于浮动状态，我们可以对符号利用热键 R 做逆时钟旋转，或者是热键 X 做水平印象，或者是热键 Y 做垂直印象。调整完成后，移到元件想要放的位置，然后单击。完成放置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相同符号将再次出现，这代表可以继续摆放同一种符号。如果不需要，就按 ESC 键取消。相同的符号取消之后，此时仍然是新增符号模式。如果单击滑鼠左键，可继续加入其他不同的符号。接着加入电阻器 R1， 在筛选栏输入 R Underline US， 然后单击符号名称，再单击确定。按热键1叫出符号属性视窗，在数值栏输入 1K， 然后单击确定。将 R1 电阻符号移到所要放的位置后，单击放置。因为电阻器的体积较小，所以看不清楚。我们可以滚动滑鼠滚轮，往前滚动可以放大图纸，往后滚动可以缩小图纸。依照相同的步骤，再将其他元件符号一一的加入图纸中。这个是我们完成元件符号摆放的结果。那另外我们再介绍几个编辑的小技巧，例如这个 U1 PIC IC， 我们发觉跟范例电路图摆放的方向不一样。那这时候呢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只要先单击选取这一个元件符号，接下来呢比较一下，发觉必须要做水平印象跟垂直印象，所以呢先按热键 X 水平印象，再来按 Y 垂直印象。好，跟范例电图一样的。那
接着在旁边空白地方单击一下，就会取消选取。再来，我们如果要移动元件的话，譬如说我要移动这个元件 R1， 那一样单击选取，再拖移就可以移动。那另外，如果说要把这个元件的编号跟元件的数值，把它移靠近符号本体一点，那这时候一样的，先单击选取这个元件编号 R1， 选取了之后往左边移动，拖移一下就可以了。再来，这个元件数值 1K， 我一样单击选取它之后往左边移动，好，那就完成了。好，接着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电源的符号必须要摆放在我们的原理图里面。那从右侧工具栏这一个新增电源符号这个按钮单击之后，出现选择电源符号视窗，在这边我们输入正无特。好，单击元件符号名称之后，再按确定。那我们有3个无特的地方要摆。第一个在 U1 这个地方的 VDD， 那我们旋转一下，好，单击摆放。再来移动到我们现在的 U2 这里的 VS 第三角地方，一样要摆一个正无特。再来，我们这个 USB 的插座的地方也需要摆一个正无特。那我们这边要摆朝上，好，靠近它。好，单击摆放之后，那摆放完成之后呢，我们按 ESC 键。接着要摆放的是接地符号，那一样的，我现在先单击，出现选择电源符号之后，我们在筛选栏里面输入 GND， 然后选 GND REF， 再单击确定。再来按热键1，取消数值显示的部分，再按确定。接下来我们摆放接地符号。好，摆放完成，按 ESC 键取消。步骤4：连接符号之间的导线。在元件符号都摆放完成后，还要依照电路设计的原理，在各个符号之间连接线路，这样才是完整的原理图。在元件符号的接角上可以看到一个小圆圈，此即为接角连接导线的端点。在连接导线后，圆圈会消失，导线的转角预设为90度。为了方便对照范例原理图，先按 Win 加左移复合键来并排2个视窗。另外，可以单击显示或隐藏分层导航器按钮，以增加图纸显示的区域。连接导线时，可适时缩放或平移图纸。平移的方法是在图纸区按住滑鼠右键，即可依据滑鼠移动方向平移图纸。接着介绍连接导线的操作要领。将游标移到接角圆圈上方，游标会变为连线模式。单击滑鼠左键，并移动滑鼠即可拉出导线。若线路需要转弯时，单击做确认。当游标移动到另一个接角的圆圈上方，并单击左键后，即可完成这条线路的连接，并返回选择物件模式。若要删除导线，只需按住滑鼠左键，拖曳选取导线的2个端点后，按 Delete 键即可删除。连线过程中，若双击左键，则结束此线段。连线过程中，
若按 ESC 键，则取消此连线。接下来就根据范例原理图完成各个符号之间的连接导线。完成了各个符号之间的连线，并检查无误后，还要为没有使用到的 IC 接角加上无连线标志，才不会在执行电气规则检查时发生错误讯息。我们可以按热键 Q 或单击右侧工具栏的新增无连线标志功能钮，单击之后游标就会变为相应的模式，把游标移到接角的圆圈上，单击左键就可以放置了。全部放置完成后，按 ESC 键退出这个模式。若原理图中有电源输入接角，如 VCC 或 GND 未被电源输出接角连接，则在执行电气规则检查时会产生错误讯息，可新增 Power Flag 符号来解决。在右侧工具栏的新增符号钮单击，在筛选栏位输入 PWR 底线 FLAG， 在单击符号名称，再单击确定，将这个符号连接到需要的接角就可以。因为这里没有必要，所以我们按 ESC 键取消。整个简易红外线遥控简报比的接收电路就绘制完成。步骤5：执行电气规则检查 ERC。线路全部连接完成后，单击上方工具列电气规则检查功能钮，出现电气规则检查 ERC 的视窗画面，单击执行 ERC。 执行的结果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如果有错误或者警告讯息，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只要单击这边的错误讯息，则相对应的错误地方会在原理图上高亮出来。要修正错误，直到执行 ERC 没有出现错误讯息为止。检查完成，我们单击关闭，结束 ERC。在这集影片中，已完成原理图绘制流程中的步骤1到步骤5。下集影片将介绍如何为元件符号指定适合的元件封装。